叫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哈，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哎，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天可以好像他说的我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2、3个就工作2、3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今天上午在参加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未来科学大会，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谈人到底会活150岁还是活900岁？你看咱们这是谈能不能过50岁，人家在讨论怎么过150岁的问题。对，哎，听说有些硅谷大佬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吗？有一个曲线叫做 Donna 曲线，就那个 Donna 公司做的曲线，它是这样的曲线，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比如人工智能啊、5G 啊、什么物联网啊，在那个线上面，那天他们画给我看，2019年那个导纳曲线最顶端那个叫云计算。你说吴老师，咱别投了，那个里面都是大佬，谷歌啦、微软啦、阿里啦，都弄完了。那我说这个现在最顶头那个东西呢，4个字叫人类永生。哎，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有永生这事儿靠谱。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什么的。今年你看到没有？有一个科学是6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的一个报告，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打印 3D 打印。美国人前2年打印出来，但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就你血液心房血液会回流嘛。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1904年，库茨韦尔写那个起点临近，他说未来就3条线路，一条叫什么呢？叫人工智能，在你脑子里装个芯片，跟你一起20年，你人挂掉了，芯片还在，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第二呢，叫纳米科学，就是身上的任何机构都可以被打印出来。第三呢，叫做基因科学。打印出来能用吗？能用，现在什么都能用，什么都能用，心脏都能用了呀，对，都能用了。肺现在不是肝肺都打印出来了，那还让人捐器官，还捐什么呢？不是，那照您们说，那还是号召人捐什么器官呢？现在很贵嘛，对啊，现在非常贵嘛。那个第三就基因科学，就你基因提取。脑科学基因提取，我今年那个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80后的一个哈佛的一个中国人一个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手断了以后装一个机器手，用大脑来控制它，跟朗朗一起弹钢琴。哦，这个我好像看过这个片子，脑控制，就用脑意识，挺好玩的。就是说，你还得训练用它，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对，你去好像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对，就是你得集中训练，真的有点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你形成能触动那个电信号，对吧？其实现在是存钱，其实挺重要的。哦，现在就真挺像。他不是也会从10万减到几千吗？对，我们等着那一天，等着那一天。现在就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比黄金还贵。过个10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它现在就那个，可能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或者还在实验室里，它活得久一点。易经，你想插什么话？没有，我刚刚想说，就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英剧嘛，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跟她妈讲，她说我要去苏黎世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她妈说你是去安乐死吗？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都是去安乐死吗？她说不，我永生了。就是他把他的脑袋整个电子化了嘛。他说我们以过去认为这叫死亡，他说不，这叫永生。对。哦，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在那个奈飞上。你知道我最近我最近看了个真的就是纪录片，还不是电视剧，叫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就是生物编辑技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非自然选择。就是有4、5集，所以小波这个事儿还真可以聊聊，就是说他这个讲的呀。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就是你的基因是可以剪辑的，是可以剪辑的，癌症就是很多就是基因。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已经有3亲婴儿了，现在已经有了，就是你看，夫妻2个有一方有遗传病不能生孩子，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把另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就这个所以，但是这个片子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就是说它就像剪刀一样。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就是说，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好？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大药厂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家长真是哭的可怜呐，没有捐助，你拿那就说这大药厂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但是药厂他没办法，他研发经费这么高，所以呢，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他们干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悬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我们有志于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有钱的人。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自己，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让它成为民主的，就是非常便宜的。比如说你在将来你在 7-Eleven 里，你在那个超市里，你买几个试管，买几个什么，你就能弄。然后这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一个几个小伙子，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他那个狗啊。改造成那个绒毛荧光的发光的，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对，甚至他说，哎呦，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就是他们描述，他说现在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想长肌肉，将来的人呐，你不用去健身房，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你躺床上都能长肉，不是躺床上都能长瘦肉，躺床上都能长瘦肉。我的天，你说，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上，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当然很不成熟。现在就是，可是大家用在治疗上面是没有伦理问题的，你在用在比如说人种培养上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你想眼睛变绿吗？这很容易啊。对，这个是现在是伦理上是有问题，伦理上有问题。16年的时候 ，IBM 他们有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日本人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癌症，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呢，你要大概要他们说跟我说读那个论文啊，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就论文叠在一起有300多米高，你人读不出来嘛。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了以后大概1天不到时间读出来，为了把那个基因找到。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这是16年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治疗是通过基因剪辑来治疗，但你刚才讲的把他眼睛变绿啊、变蓝啊、长出第3个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那它背后一定那个伦理问题啊，背后第一个是我们要先把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其实我们对他未必了解。对，你被改变的时候，你认为它跟 A 相关，它其实还跟 B 相关，但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嘛。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我们要先把它界定为疾病啊。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你刚刚也说了，那是病啊，我们疾病治疗要把它 define， 把它界定定义为疾病才比较好办。可是背后的整套的伦理的问号，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啊。一直以来，不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都说，哎，那一个群体，可能这些群体是什么呢？口疾，讲话口疾，像我这样大舌头的啊，不适合生存，可能用种种的方式把它灭绝啊，灭绝，甚至至少把它隔离，对不对？对，其实他的理由也听起来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不然他们会把我们整个群体拉下水平，拉下来。纳粹就这个说法。对啊，然后有些人说你智力差，甚至你皮肤黑的、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就灭绝等等哈。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背后是一样的，就是谁有权利到最后去决定生命本身，剪接这个那个哈。所以对，就是过去你比如说一般动物或者咱们以前的人跨越不了这个障碍，但是现在你看科技来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就是说展望未来。你是很有可能获得设计自己的能力的，甚至不表现在你的孩子。对，你当生就能改造自己。而且但是但是我们怎样决定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方向？什么是完美的？什么是好的？这伦理上解决。而且从民主角度来讲呢，我不是我讲年初见到那个哈佛的那个脑科学中心嘛，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事情呢，就是脑力集中训练嘛。比如说，它的一种技术可以，我们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写稿子，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1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分散啊，或者你要再需要集中。他们现在是跟那个 NASA 和奥林匹克运动队在训练，能够让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到4个小时以上，这是需要花大量金钱和技术来完成的。那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就咱们生个孩子都是5、6岁读小学，有的孩子干一件事儿10分钟就乱搞了，有个孩子可以集中注意力2个小时，就是说可能10岁就可以读哈佛了。对，他就是他就是从出生的那个教育开始。
他已经有人变成超人，有人是人，但是就是值得担心的。但这个是这已经完全基本上可以应用到临床环境下的一个技术了，已经是。但是我问你啊，小波，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出于对人性的了解，你见过人类啊，在漫长的历史上，他有过这样的潜力吗？就是他获得了一种能力，但是他自己决定不使用它。原子弹放了2颗，对，但是你看他就有了更多的办法来不让它再放吧，尽量不让它再放。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比如说，我还要跟你人控制不住。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哈，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一天可以，好像他说的，我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2-3个就工作2-3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科技本来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省心、更省事儿，为了让我们更懒惰，但是你结果看看，你更懒惰了吗？你是不是更焦头烂额了？比如说手机本来是让你更快捷的处理，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它使得我们更晚睡觉了。你想到这问题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人性的问题？说将来代替了这么多劳动，你放心，人就是这么一种会自个儿找麻烦的动物，他代替了他这个劳动啊，到另外的事，他又会搞别的，把他搞得过劳死。对，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不有个《盗梦空间》也就好莱坞电影，就是未来很可能很多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里，他坐在那里戴个 AR 的头套，他的那个自己建个王国，自己当皇帝当强盗王，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宅男。对，宅男，就现在日本才100多万的宅男。什么叫日本叫宅男呢？就1个月之内，除了去 7-Eleven 不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那个人有150多万。现在日本，那中国你说坏了多少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啥也没有，国家发个救济金给你吃个饭，然后呢，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今天中国人在手机上已经5个小时了，就你刚才那快手已经人均1个小时了，那有什么知识啊？倒不如听那个圆桌派呢。这是多说2遍，多说2遍。但是他你不用他占用时间问题不用怕，但他就人会分成2类人。义军，你想发表什么？我在想说，就是说这个人类是不是少一个基因，叫做知足基因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我们对人的这种改造，你说的基因改造也好，什么改造也好，都在基于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完美，我们不太好。我想说，但是我们对自己其实对人类本身有多少的认知呢？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是在哪里？我是记得我今年经历过的一个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面，是我在这个沈阳那个新松那个机器人厂里面，机器人，你进去就全是大手臂，就是那个，我说他们在干嘛？取道可以，他们告我说。机器人自己在造自己，我说他们知道自己在造自己吗？他说现在还不知道，以后会知道。但是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这个手臂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可以举一根这个就是绣花针，可以在纸上写字，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大力的，就抓举非常可以，就是这个强力东西。那我就问为什么都是手臂呢？他们说原来我们的人的手臂的设计是这个3个关节6个向度，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设计。他只要把这个手掌这个换掉啊，加任何头，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哎呦，让我一下子觉得，原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就是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呢？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我们似乎还没有好好去认知。以前那个柯布西耶他们画过一个所谓叫完美的人体，但他画出来是那个头其实挺小的，手特别特别大。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就对人体本身的结构的就是这个研究啊，我在想，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有多少？其实人都知道啊，所以说你说不知足，换另外一种说法的，人有往上提升的驱动力嘛，不断往上提升，问题是怎么样使用它而已嘛。很难的，那个什么各种的科技越要求你的自律啊，像好多人知道，我有一阵子为了写作啊，都被迫跟我太太分开，对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床，因为这样我才专心写作。对，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晚睡啊。因为我爱跟我太太聊天，聊到半夜3-4点啊。他聊了，他说不行啊，我每天跟你聊，我没精力写作，没精神写作哈，那就分房睡，然后在那边。
结果我以为分房睡可以早睡，结果更晚睡，因为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感觉自由了，没人看着我，就拿着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聊到更晚。然后为了不跟我老婆聊天，结果用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那。就是只能怪我啊！那你太太给我自由，我没有。你太太可能也在那边跟别人跟你聊天啊。后来我看我太太手机，原来这个人很熟，全是文涛是吧？我最近发现我们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你们有没有？就是晚上你不想睡觉，就是其实已经很晚了，你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但就在那儿不知道是看无聊的电视，还是上网购物，还是干嘛，你就不想去睡。你知道吗？那天咱们这个圆桌里得出一个分析之一啊，怕死基因。就是说，人为什么老耗着？你想睡不睡，其实就是你老想延续上一个状态，在那个状态里老不想结束。其实呢，就是这有可能是一种，就跟那个怕死一个原理嘛，就是延长，好像一睡过去就是一个状态的结束嘛。你老想把上一个状态延长，就像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希望永远不散的宴席。可是那宴席也没啥好的，这没啥关系吧？晚上不睡觉还那么美好的理由啊？我自己感觉不是，我就是图那个静。其实那时候呢，你就是周围有点比较安静的那个感觉。你不觉得我们白天只要你有一个科技的东西在手里，你觉得整个你的状态是纷乱的？就好多事儿，就是本来你不需要去回答的事情，是不是？到了晚上，你那一段时间突然觉得很……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现在有了很多这个生物的这种技术之后啊，它涉及到一个，单个的人不说了，现在是整体的、全体的这个人。你比如，我就看着那个生物编辑技术的那个人讲，就说这事儿没法民主。现在这个都是非法的嘛，就是你不能自己随便改造基因，都是非法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开这个口子呢？他说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件事儿，这种事儿没法投票，不是说你说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说一旦有一个进来了，人类的基因库从此就永远的有了这个，它会影响到你全部人类的基因。所以说，这你不能说多数服从少数，所以它必须全体。这个问题技术现在是被禁止的，严禁的嘛，就很复杂。但相比之下，我觉得小波有章法，他自控力，他能。你看，我记得当年小波就说他怎么发家致富啊？他说他从这个回国之后开始1年买一套房子。我是不是你说的？对，我很长时间1年买套房，1年写本书。你的房子什么时候断舍离？你的房子不是？那我现在问你，不让我买，不是你现在这又上市梦碎，肯定是还想继续上等等。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规划？你这个个人 IP？ 我其实我想的挺明白的，就是说桌上有很多菜，其实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只有一碗菜。比如我说写作，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但我不能一辈子只是财经写作。而且我如果只看到它，其实我也成不了一个好的财经作家。那我做企业也好，我投资，哪怕我今天失败也好，我年去看企也好，我觉得跟这还有关系。你看我又没写小说，我又没写戏剧，我也没干别的，我也没搞圆桌派，我就干这个事儿。但周边会有一些事儿。那么1年写本书，或者未来可能我年纪大了一点，3年写本书，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但我不能365天只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人生太无聊了吧？我该打麻将还得打麻将，该旅游还得旅游。该上节目还得上节目，该做点出版，我是这么在想。但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得把这个事儿控制住，我别的都可以自由掉。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你觉得你活得健康吗？你看他连皱纹都没有，还不健康吗？对他真是，你看这俩，这真是没有，而且对精神很好。你就说他刚没化妆，我还以为他化了妆。不，我是这么觉得，就我这个事儿，其实你喝了什么东西了？我这个事儿不塌，别的事儿塌和不塌其实都无所谓。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我现在就在写作这个事不塌，别的事儿塌不塌。我现在就在想，就你说这个人们现在爱熬夜啊，就是老是耗着不想睡啊，其实也有一种啊，就是贪生，真的是贪生怕死。这个贪生意味什么啊？就是哎呀，当然了，老想活着多有滋有味儿啊！你知道，就是你比如说我父母亲啊，就是这种活着的滋味，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母亲这个卧床病了，对吧？我父亲就觉得活的少滋味。你知道，我说像他们老年人有什么享受啊？他说你知道，你看他就说
他说现在觉得一个人啊孤单，就是说过去呢，老两口出去遛弯儿。说穿这个衣服还是穿那个衣服啊？那能说穿这个颜色好，穿那个，拌个嘴吵个架。对，拌个嘴吵个架，这都是活着的滋味。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记得上次有一次，陈天青老师也说有时候看见一个在上海看见一个反正是身体特别不好的一对老人啊，在那儿喝粥，就照他看来，他这个身体状况。活的质量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你看他们喝粥的那个感觉，你还是觉得这个活的有滋味，好愿意活着，能多活。所以我就在听你刚才讲这个，就说生物科技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上，我就发现马爷说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不是逗乐？马爷就是说我特怕死，他说我想等着，我等着是不是真科技能让我至少是能让我长寿吧？能够大幅度提高我的寿命，你说咱要等着吗？咱应该，我刚刚说人类多挣钱等着。对，人类这个不知足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就这个世界，你跟20年前比，我们丢掉了很多这个人文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生活的情感的那些很琐碎的，我们以前蛮推崇那些东西的，就是以前你喜欢个文学，喜欢个戏剧，说一些你说的这个写作，都是一个捧得特别高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慢慢的，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讲，今年上海那个戏剧学院有一个很小的戏叫音乐剧系，就王洛勇在当那个主任那个戏，音乐剧算小了吧？今年招17个人，2700人报名。20年前，咱们那一代人会有去报音乐剧吗？毕业以后不知道干嘛。2700个孩子报17个人，可能因为整个大上海整个大上海就2个名额。然后我们再看我们那一代人出去，将来我插句话，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有了钱以后，工厂里干活的都是机器人，对，全人类都是娱乐圈。对，马老师说，你一天最多给你2个小时工作时间，要多花钱来买，剩下来干嘛呢？该画画，该谈恋爱，该看戏看戏，搞个盗梦空间也挺好。我说他这个你不用担心，人类会平衡。你看前段大家在说5G 来了以后，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嘛？他们前2天他们跟我说，吴老师你不用担心，5G 来了以后，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他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好多人去干这个事儿。对，不要低估人类的学习能力。对，不要低估这个自然，还是会我认为会均衡。我认为。真的人均活到150岁的时候，可能会有150岁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新的平衡会发生吧。我在想这个，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最可悲的是什么？我要再年轻一点就好了。你说你，比如说将来50岁来说的话，科技，你比如说科技要冻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80了，给你冻100年，你作为一个80岁的老头活100年，我说这可不如20岁的活得爽。那会给你逆龄嘛？对，到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它能可逆吗？以后你现在不能想，你现在想不到的事儿，你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选题。一个80岁的人说，我有没有可逆成20岁的身体？你觉得没有人研究这个事儿？我就一定有。我发现你都想得出来，你有点科学万能论啊！我是个文科生，但我觉得技术还是真的是对带来特别大的进步。我现在特别相信技术本身，技术是不可逆的。互联网一来，往上往下一买东西，你怎么办啊？移动支付一来，银行再多门店你也没有用。搞了手机以后，你该出门就出门。我认为技术，我现在慢慢变成个技术主义者，什么东西靠人解决不了的东西，靠技术来解决。技术解决不了，再等。小波所谓的技术主义，看你怎么来界定。但技术是非常冷酷的，有可能。那当然，而且不可逆。马克思说嘛，技术代表什么？生产力。生产力一定往前走了。而且技术的工程师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个，我看过一个德国哲学家写的书，他说那些做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也没有想过这个弹子砰炸下去会死10万人，他肯定没想过。他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裂的时候能够产生多少的热量和卡路里，这个是最重要。爱因斯坦他们都想过啊。有对。等他做出来以后，他才想了以后来不及了。你知道，他一定把它做出来。这就叫人的异化，人的工具性。就是当他发明这个原子反应堆的时候，他只想着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率。对。但是他用到哪儿？对，他又开始反对，他自己反对自己。但他把事儿做出来了。你现在做克隆人的事儿啊，这种就是基因剪辑的事儿，他根本没有想过伦理问题。他一想这件事就做不下去了。他觉得这个给他带来的快乐比咱们上节目快乐还要大。哎，你还别说，他有这部分就有这么一堆人。所以说，永远应该有我们圆桌派
在聊人生，对，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非常非常重要，太不能缺少了。对，它非常重要。他们去搞科技，对，但是我们永远要聊人生。虽然我们要活得久一点，是吧？对不对？什么人的人生，可能将来是半电子半人的人生。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而且有的时候啊，注意新科技的同时，也要注意老人的人生经验，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你比如说义军，你说你这个你活150岁，你这一个10年生一个孩子，你生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就人活着干什么来了，永远需要聊。你比如我最近学了2个我尊敬的2个老师，就是一个是这个阿成老师哈，我就发现他在威尼斯日记里写，你看这里边有他的一种人生观，他说呀，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要每时每分每秒感受，每分每秒感受，一直到结束。啊，你看这是一种观念嘛。还有一个老师，咱们的王蒙老师，咱们的老嘉宾，我就从他这儿学到一种人生观。王蒙老师就是他不光是感受，王蒙老师说，我一辈子不管是有了这个功名，有了这个财产，这都是其他一些的。他说，但是人活一辈子，不管活多久，总要有几次感动，总要有几次充盈的感动，感动的充盈。你看，咱从这些东西里找着点感觉，咱就不会被这个科技彻底的带到妖魔鬼怪的方向。而且人啊，我怎么想到用增强现实可以达到呢？你看，增强现实可以达到他的感知啊。哎呀，没有，我说人嘛，而且特别到了一个年龄，总要想这辈子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也听很多长辈不同的安排，有一位长辈说，我反正要求自己在临终以前啊，心中会有几个人是我会想着他们的，也临终以前要确定我去了会有几个人一定牵挂着我，那我生命就没有白活了，没有遗憾。不然的话，我们姑且称这个做情嘛哈，爱情的情哈。那不然的话，没有情的话，生命还剩下什么呢？那有没有剩下什么呢？其实一切都会过嘛。刚阿成也这样说，王蒙也会说。可是最真实的那一刻，就是在你闭上眼睛以前嘛，你在想，哎，我这样走了，谁会挂着我，牵挂着我？或者说我走了，我走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我还牵挂着谁？假如当你那时候发现你没人被你牵挂，也没人会想念你的时候，不是空上加空吗？更遗憾吗？你看情是吧？只叫人生死相许。还有叫债是吧？把钱借给人家，都互相有个惦记。小波最后是讲这个。你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是走了以后，一大堆快递还没打开。对，没用完。我就对啊。所以我呢，就是到最后，咱们还得在一块儿聊人生。我写了本腾讯传嘛，然后他就那个公司就拿了我8个小时的声音去，然后就那8个小时说什么呢？没关系的，就你任何比如像你的声音一样，就比如他节目的录音他的声音录音，然后录音以后他就把这声音聚合完以后做成个工具，然后你可以朗诵任何东西。所以那天在年终秀朗诵了我40秒的那个声音，确实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啊，就听不出来。他以后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语音技术。它会变什么麻烦事情呢？比如咱们我爹上的问题，对，我爹突然间接到我电话，我在外面那个嫖娼被抓。哎呀，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是吧？梁文道在一起，对，梁文道被抓了，对，没错，需要拿什么？跟梁文道在一起，那肯定是嫖娼被抓。对，都是那个公知嘛，对，嫖娼被抓。所以你就绝大多数老人7、80岁老人听不出来，都儿子的声音。但而且现在的技术会有什么呢？现在视频都可以，就是抓取你的视频，就文道的视频的图像和他的声音做聚合。就未来说，你说你的声音不对，你把那个开那个 FaceTime 给我看，你真的视频对话就是文道在说，然后你就打钱了。所以听说现在小波托勒斯研究的下一个目标是就是参加圆桌派，这个代表小波参加圆桌派。其实你不如研究电话诈骗，投一个这个公司对吧？这肯定大发，投这家公司，那你当法人代表，对，真的，真的。他都很
很多我觉得那种伦理问题，因为我在想啊，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它有自己能够计算的独立思考能力，它如果是一个计算机，我认为你把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插头拔掉，那你算不算谋杀？就现在肯定不算，因为它没有这个自主思考。还带有线插头的，您这机器人乾隆年间的吗？这样，这是什么年代？天啊！哎，看过《西部世界》吗？看过。《西部世界》这个美剧，哎，我觉得这里头主要的意思是哲学太深了。其实我觉得它隐喻的，就是我们自己啊。你焉知你不是个机器人？对，你以为你不是吗？对，你也是众多的算法呀。甚至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情。其实你们学哲学里边一直就有这种，到底人是之脑嘛？到底是自由意志呢，你还是被支配呢？所以以前我们最传统的讲法，到现在我们去计算什么时候人类会到起点，就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也不叫超人，而是你应该它的正确的判断的标准是这样，就我们用图灵测试，你知道很有名的图灵测试。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达到一个程度，你测试不出来，在你问题后面那个人跟你答问那个人到底是人还不是人呢？你如果能够模糊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人格了，跟人一样了。对，我们现在计算是很快就会到了这个起点。他那次今年我去了 IBM 研究院嘛，他们跟我讲说，人对知识的获取是有几个：第一，我是先获得；第二，我学习；第三，我判断；第四，我博弈；最后形成审美。现在博弈已经解决掉了。今年阿尔法狗到马斯塔，就博弈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审美问题，就是他看到一个花，他会喜欢樱花。他有些机器人会喜欢喇叭花。他会能够做判断。现在初步的已经可以判断到怎么个地步呢？他们现在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今天心情比较好，说文道说今天我心情比较好，然后机器会根据今天你的表达的心情状况，帮你调一杯鸡尾酒出来。能够帮你做一个菜单出来。对，它会根据你的心情，但这个已经是最初步的，就它对审美已经有一定的判断力。然后他们最近还用机器弄什么呢？他剪了100多个小时的恐怖片，让机器学习什么叫恐惧。然后呢，有一部美国的惊悚片，然后他把这个惊悚片的预告片，要机器来拍，拍了1分多钟的预告片，那就说明机器已经初步知道，像人一样的知道什么叫做惊悚这2个字。那就是意识产生的起源了，慢慢的。它就有情感，跟小孩一样嘛，但是就有情感嘛。对，它初步，但它如果不断的进化，它如果对惊悚、恐惧、贪婪，这些人类名词不断的进行学习的话，那哪一天就是出现文道说的，你面对的那个人，他具有审美啊。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看这个电视剧啊，把我惊着的一个地方是说什么呢？就有那么一个女机器人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悲惨处境，是吧？一次次的被杀，然后她自己操纵的这个，她绑架了人类，就是说，哎，你经常猥亵那个女机器人啊什么的，你然后拿来那个 iPad， 她把她自己一下这个能级啊，就提供到最高级，然后这个时候她说我要逃出这个乐园。逃出这个迪士尼啊，逃出这个机器人的西部世界，逃出去。但是呢，另一个人拿着他的这个电脑的这个软件的这些东西，说，连你想逃出去这个意志，是另一个当初的设计者，给你写进去的。他说不可能，这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就是想逃出去。他说这里写的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指令。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脑子里是有软件程式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光凭你眼球看见的人是倒着的嘛，是你大脑里的这个程式给你正过来的，那也就是说，而且我甚至还觉得就是啊，比如说你看他这个电视剧里啊，这个机器人也控制了机器人，甚至是研究机器人的人成了机器人的创造者，人又是他的创造者，这就让我联想到啊，哎，你说我们人。和我们上头的这个，我们上头的这个也未必就是最高的，说不定还有比他更高。这个，我们是在一个层层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系统当中的一环。但是这个有问题，你看我们往下，我们统治着狗啊，你统治着一些低等的动物啊，这是不是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多人都在讲，就是所谓的上帝跟人类的受造物关系是不是一个设计师？跟被设计出来的东西，尤其现在美国那帮不相信进化论的那帮傻叉，就还在讲创造论的那帮最喜欢讲这个。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种问题啊，包括你讲西部世界这些问题，都是一些老派的科幻路数了。老派科幻路数讲 AI， 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机器人叛变，怕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叛变。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已经过时了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机器人叛变，早在机器人叛变之前，人类就已经会完蛋一大半。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开节目之前聊，你很快的，我们很多的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老师会被机器人取代。真的，前阵子才做了一个，上个月的时候，美国才有一家餐厅跟一个研究室做一个实验，比如厨房里面其实是机器人在负责做菜，做出去，你跟一个一般人类做的有没有分别？吃不出来。那你现在连一些律师的基本职业也都可以被取代，在那个时候，我们社会上会消失掉大批的高级的、高收入的行业。这其实蛮好的，理工男都不见了。理工男都不见了，真的是。对吧？文青咱们这个还在，活得挺好。方舟还在照样相亲。也不一定，因为最近呢还有一个。方舟到理工男困难了。但现在呢还有一个 AI， 一个软件，我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什么，那个很有意思，在教机器人写诗嘛。不是过去这么多年都有嘛？那现在已经写得越来越好了。它的原则很简单，他就认为所有的艺术就跟刚才小波讲那个恐怖片一样，所谓的艺术是什么？就是对一连串的规则的掌握，肯定有规律。对，比如说我教这个机器人，我给他读了5万首中外的古今中外的诗，然后告诉他大概有哪几个规律，那些字大概会怎么放，然后交给他，看他写出来怎么样。现在越写越好，真的是越写越好。因为有一种这种诗的写法，它其实就是这个意象，比如说像荒原，它的写法其实它不是靠情感推动的，它是靠理念，比如说。我要找一个这个荒原的意象，找乌鸦，乌鸦对应我想找个白的，找大理石，就它其实我觉得是有规律的。我觉得你说荒原还好，但是我觉得比较会被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格律非常鲜明的诗，就以前中国的应酬式的那种诗，就大量被取代。风景诗，对，比如说我们去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那个诗人写的那种诗，以后就是机器人会写的比他好。所以你想想看，将来你不要怕机器人叛变。我们不如先怕机器人让我们所有人失业。不是，我就是说，你知道最近有个好像是以色列人写了一个书，他讲的，就人类简史那个作者，对，我觉得他讲的本质上一种叫做是进化论，但不是人类进化论，叫数据进化论。宇宙的本质，你要以为是人，您就太自恋了，对吧？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脑子里，你小波搞财经最清楚，你说人的一切言行是不是本质上是一系列的算法的集合？对。那总之你脑子里权衡嘛，爱不爱他，怎么结不结婚，总之是一套算法。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智能啊，到了你们说的那个基点那个之后啊，这个你看 AlphaGo 就叫深度学习，自我学习，然后这样的话呢，无穷个算法最后能够实现万物联网，就是万物联网。那么等到万物联网的时候，咱就想说，那么这个无穷超级存在的这个综合算法。他会不会认为你这人这个物种，也没有在这个数据流当中也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就是优胜劣汰，把你出局了，最后汇入到无限的宇宙数据流当中。会的，他就是这么一种想法。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会，是那个航天部门搞的，就那个就是飞船的那个人那科学家他上那讲，他就说怎么把人花多少年时间送到那个金星上，到土星上。我旁边坐了另外一个科学家，他说他就是个傻蛋。他说会出现2种可能性：第一，我们为什么把人送上去？对，我们把一颗合成的卵子，对吧？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受精卵。我们把一颗受精卵送上去就可以了呀，那比送人要方便多了。对。第一个上去，第二，我们受精卵不要送。谁孵蛋呢？不用了呀，上去以后。那不是蛋是吧？基因了，那这个东西弄一个人工子宫、人造子宫就可以了呀。这个现在已经成熟了呀。人造子宫把它送上去，它自然就成长起来了。这第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是我干嘛送一个受精卵上去呢？我送一个带有人类意识的芯片上去就可以了。就把一个科学家的芯片，如果到2035年，他就是跟人一样的嘛，他能够想看到花，有任何的记忆，送到金星和土星上去，那你说他是人还是机器人呢？说到底都是畜生，对，你就是畜生。对，但是咱们还是说先过年。但是至少有了刚才那个，我们今天本来准备跟这个方舟讲这个事儿，
就是说前些年不是就是父母逼婚嘛，过年回家逼婚嘛，逼婚成功没有？就租那个没人逼婚租那个男朋友嘛，就最后逼的没辙了嘛，花钱几千块钱租一个，最后还险些给强奸了，你知道吗？就是那样，又要钱又要人，因为父母说你们得住一屋啊，你知道吗？就将来可以租一个智能机器人了。方舟，你说你还需要男朋友吗？如果有了那现么一天，在还没有这么，还没实现这么一天吧。他等到的时候就变老太太了，是吧？怕这个。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有个变化，就是特别今年开始特别明显，我就是会把朋友圈里面和微信群里面所有的小孩的视频都点开看，从头看到尾。对，我妈说我卵巢异动了，所以就这个异动的比较早，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你看这个母爱，人不胜天，人不胜人工智能。对，母爱也是进化。埋植在你脑子里的一个程式，对，就是你看见这个小孩啊就笑，指令被点燃了，这无比可悲啊，你知道吗？不知道谁按的这个按钮。所以这个道理，就回家过年真的可以跟父母讲讲，当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催着我，对，你就把刚才那番话再说一遍，就说这个，你看我们人工智能讲了半天，那这个跟你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把他们讲晕就算。就是，你知道现在相比之下，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很多父母亲呐，上一代的父母亲呐，他像机器人，他被一个观念，被一个东西所操纵，他顽固不化的。你看，执行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每年一调查，就说很多年轻人过年最大的压力就是又开始了，是吧？找个男朋友啊什么的。你说妈妈，你看我都登上泰山顶了，嘿，身边没个男朋友，一个人登上去有什么意思？都是句话不离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哎，你觉得这种就丧失学习能力了吧？我觉得。你说的他没有深度学习的这个，没有深度学习能力了。对，这个可能是跟人工智能。他也有可能也有个指令，就是传承后代嘛。对，这也是一样被植入的。对，就是你看到你打，他就是无后了嘛。对，对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有人写进一个指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他就轴了，真像机器人。对啊，所以你看人类的观念是不是很像是比较落后的机器人？啊，固执于一个观念。对，你说对这种机器人我们该怎么办？对这种机器人父母，哎，你有招吗？我就是哄呗，我就觉得他们爱说什么爱听什么就哄。我爸妈完全不催我，我父亲是那种被动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我跟他说我以后可能不会结婚，我爸就大概消化2-3天，他就接受了这个，他就完全是被动学习，所以我爸妈不会催我。所以你去相亲不是父母要的，是你自愿的。就两回相亲不是是自己卵巢异动，是自己异动。卵巢异动啊，对，是自己异动。女作家都爱研究卵巢是吗？哎，那你说你周围的这些年轻人呐，这个80后啊，那你说他们现在要回家过年碰见的种种这种，很多人有畏难情绪，我觉得就好像一说要回家见到父母啊、七大姑啊、八大姨啊，有几大畏难呐。一个是包括见到同学在外边混得怎么样啊，这就开始比了，对吧？然后见到父母啊，结婚了没有啊？还就结婚了，那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生了一个就现在可以生2个了，什么时候2个？哎，你有什么招吗？这我觉得就是哄，因为确实好多人跟爸妈相处，其实也就是过年的1-2个月。就是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这对我来说真的不觉得说你这个对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因为像爸妈他们的事儿也非常的少嘛，所以他们就是非常轴，也在于他们这个人生的事儿变得非常的少和狭窄，那你还要把他这个非常狭窄的世界给拆除掉，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然后被迫他们就是强迫他们学习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小波对这事儿怎么看？他们叫降维关怀，降维打击，新词儿，降维关怀是吧？不是降维打击，降低一个维度的关怀，降维关怀。哎呦，这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啊，对，是吧？这个都没办法。我女儿20岁，她谈男朋友或者谈女朋友，结婚或者不结婚，你觉得现在当父母有什么办法？对，就刚才讲的，就是父母就挺可悲的，你就能够回来吃顿饭，讲2句话。父母就很开心了，然后安安全全的就好了。那他要有你这样的父亲是好啊。我见到的很多东西，那跟这个父母亲就成仇敌了，势不两立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父母亲就说：“哎，我对你，我句话都是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为了你好，为什么最后能弄到如成寇仇啊？最后能弄到不回家了，就断绝，就是说断绝关系了。我前2天看一个法制节目，看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一个少女把她妈给杀了的一个。我很少看这类节目，你喜欢看？对，是这样，他就是本来这天看理想，对，我们都看理想，你看法制节目，我每天看法制节目，然后就每天特别，而且特别爱看杀妈妈的这种法制节目。哎，潜意识就弑母嘛，我妈说你潜意识里有弑母的这个情，你要把它写好，就是我妈挺了解我，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她就是这少女，她家庭其实不错，然后父母都是国企的官员。收入不错，东北一个城市。那这女孩到了青春期之后，也不太爱跟她爸妈讲话。然后呢，她爸妈就是觉得这个有问题，她就喜欢跟这个一个奶茶店的一个女老板，38岁女老板讲话。然后他们这个其实就是同性恋嘛。其实这个少女跟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就同性恋。那父母察觉到之后特别生气，就把这女孩送到这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这女孩在这个学校天天挨打，逃出来之后就非常的恨自己的父母，然后。他就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这要父母给他5万块钱，他就上外地体校，他父母当然不给，他就把他妈给那个绑架了有9天吧，然后最后的5天把他妈的手脚都捆起来，不给喂吃的，就把他妈活活饿死了。哎呦，我今天手机上划过一个标题，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但是我看这个16岁的少女，对，然后我看这个，我特别无聊，把这个少女的百度贴吧的 ID 找到了，然后把她的贴吧的发言从头到尾都找到。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第一，你会发现她的言行完全是模仿一种特别戏剧性的这种小说的这样的，而且是那种非常烂的网络小说。就他杀了人之后，他那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述，就是他说我发现杀人是件很容易的事，等等，就完全是一个很烂的武侠小说的表述。就他这个他其实是在模仿一个非常劣质的那种大众传播的产品。那第二点，他在贴吧实名举报他爸爸，说我爸这个干部贪污腐败，怎么样，实名举报。就他会用很多的这样的现代新媒体的方式，然后去来深度学习了大众媒体。对，就是深入学。他只有16岁，所以这个我看着还挺震撼的，就是这个能够仇恨到一个如此的程度，就大概13岁到16岁就变成这样。你很多事儿没法想象，网上专门有这么一种网站，就是你到那网站去看，就是仇视父母皆祸害，仇视父母的，哎呦，不叫父母皆祸害，对，好多人就上面就把说父母说的跟仇人似的，你能理解吗？我大概能理解，因为这牵涉到就是你刚才说父母总是说我是为你好或怎么样，就你对年轻人对小孩来讲，那个不是要为我好，那个是在为你自己好，因为你是在成全一套你自己的价值、你的想法，你觉得你身边所有人都应该跟随你的想法而活。所以你其实在为自己好，而不是为他好。就是这个，对，从这里开始，机器人。看这个节目，这个父母还给这个小孩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书，海底2万里。但这个小女孩其实已经在这种贴吧上发帖，然后就陈述他和他女朋友的关系，说这个老婆我现在就要你，就他其实已经进入这样的一种表述。他父母还得给他买海底2万里让他学习，所以就是这个深渊，我觉得完全就是鸿沟造成。就是一个巨大的，但是这里边就说到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就是说机器人能不能有这个追求啊？就是说马斯洛，现在不都讲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吗？哎，最高的需求叫自我实现，对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些父母啊，他也是自我实现，他希望孩子这个产品，自己最宝贵的这个产品，如我所愿。就父母又像是制造机器人的那个造物者，我制造了它，那么他按照我设定的程序完成了目标，我人生得以圆满。甚至于呢，很多父母亲就是说，你孩子老不结婚，现在有些孩子躲回家过年嘛，就是父母说，我这邻居，就是邻居一说起来啊，我都没脸提这事儿。我有时候发现呢，就是这种就是在某些群体当中啊，其实人与人之间不见得那么善。你比方说像我们在工厂长大的，我有时候经常见到，其实这个老工人彼此之间呢，他是比的是他就是恨人有赠人无，你知道吗？比如说，哎，你们家小孩考上北大了，哈，其实他没那么开心。然后呢，他得找一个去打击你父母。考上北大了吗？找着工作了吗？说还没找着工作，这下他得意了。然后就说，哎，这找着工作了，工作还不错的话，他可能就跟你说，那有媳妇吗？有媳妇了吗？哎呦，这父母就觉得丢人了。
你看他这一套标准，他用这套标准呢来打击你，搞得他父母亲自己也没面子。所以问题来了，这叫自我实现嘛？就因为按照马斯洛那个想法，他的自我实现后面有个基础假设，当然这个基础假设你也可以挑战，就是说他预设的是一个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但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说把自己的实现寄托在别人家孩子有没有上北大，我们家孩子怎么样，那是你是依赖了其他人，你高度依赖其他人做的怎么样来决定我是否自我实现。但这个可能也是人的天性嘛，人的这种虚荣或者自我认知的攀比。对，这自己跟自己攀比也有。我父亲是大学的，他学机械的，交大机械系的，就他那个书柜里面啊，家里是书房嘛，2/3的书柜是这种机械啊、那种理工的书，还有1/3呢是武侠小说。我爹就喜欢藏各种各样的盗版的武侠小说，都有。然后我读文科嘛，所以我读文科开始，他就觉得你没出息了，废了就废掉了。而且我是浙江大学。浙大当年跟杭大合并之前是没有中文系的，浙大前这个中文系都没有的，所以它这个就完全是个理工科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到底，人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对，他就认为说你就应该学理工，我是一个理工科的教授，你一个儿子考文科班，而且那个学校的文科班也是被鄙视的，全部都是理工男，文科班鄙视。对，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保送研究生嘛。我爹呢是研究生毕业没读博士，为了让我留杭州，所以我们家搬到杭州来，他就没读博士。然后他就认为说我的儿子应该读到博士，结果我研究生都没读过。那你说我爹看我会怎么看呢？第一，你看理工科不读，读文科，我读了文科以后研究生都没读，本科生跑出来了，他越看越不顺眼了。就是啊，所以后来呢？后来就只有相敬如宾嘛。距离产生美。当了老板之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通过当老板的事情，真的很晚。一直我这我要到我写大败局的时候，已经快30多岁了。然后慢慢他才觉得，就得靠外部人。外部说，哎，你儿子还不错，写了本书啊什么之类的，他才觉得哦，你干的还是个正经事儿。他就很长时间认为说，但你们干的都不是正经事儿。那你父亲对你的意见有影响过你吗？就是你觉得他这个标准一直有影响啊。所以我读大学就填大学，读大学我就一个要求，就不在杭州读嘛。我打死不能在杭州读，我必须要离开杭州。啊，对。他的和解是建立在外部的因素，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人格不健全吧？像我爹人格算健全的，健全的像机器人一样健全，他人格是也很健全的，但他没办法，他就可能人的本身就需要这样的认知过程。我认为需要。我是意识到我爸老了，我之前也写过这个，也讲过，就是说。我当时我爸送我到清华，因为我家在湖北，然后他送我到清华考自主招生的考试，然后呢考完之后我们就坐火车回去，然后我就问我爸说这个爸爸这个清华怎么样啊？我爸说啊清华好大呀，然后问我爸说北京怎么样啊？我爸说北京好大呀，就是你知道就他对这一他不熟悉的世界的理解和形容能力就是已经仅仅在于好大呀，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只有他在他那个小的那个环境就是湖北襄阳，然后这个铁路成锦段，然后他觉得是自在的，然后在他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就那一瞬间觉得啊，这个父母是老了，对，相对的尺度变得太大。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都能把孩子逼得离家出走呢？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而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孩子可能也不愿哄了，或者是真的越来越淡了。那么，所以为什么说回家过年这个概念，我觉得会开始。会浮动起来，会吗？我觉得有可能。就比如说，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像在中国，你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你有没有注意到，开始有些人是出国避年，对，就不想留在中国过年。那我们想想看，他在避什么？他有的避呢是有2种，一种是父母健在，那父母健在他干嘛避呢？他其实避的说不定就是回家见父母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很奇怪。中国很多的社会纠纷、家庭纠纷、伦理纠纷是发生在过年期间。对，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大家回家，很多家乡的老人就是等着年轻一辈回来。好了，你回来了，论理吧。隔壁那个老陈，对吧？你去跟他说说看。就你好不容易逃避的那个价值观，然后对，一下就回来了。那么再来呢？那当然，将来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我总觉得春运这个东西会慢慢减缓，就是因为。你随着老一辈人逐渐去世，你过去进城的那一代人，如果有很多人开始在城里面
落下来了，你就失去回家。对，就家乡变成一个概念了，变成概念。你比如说，但是个必须要回去的东西。对，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呢，那是因为父母在。对的，是的。我有一些亲戚就这样，就父母健在的时候，他比如说有4个儿子3个女儿，那是打死也得回来的。对啊，父母在，怎么都如果哪一天先走个爹，再走个娘，爹娘走完以后，那这7个人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红包啊。对，所以就这个家乡这个概念，父母就没有了。我有个朋友就说这个会的，对，说这个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嘛，但是就可能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拆除的过程啊，那可能对，比如说像你们这样，比如说像文道老师，你拆除你可能还是有点这个愧疚，或者是有点什么，但到我这一代，我不知道离开故乡的时候，你回到你的毫无。就是我就这个对拆除过程对我来说是毫无愧疚感和毫无这个我对。因为你现在我在想，我们原来过年可能在农耕文明时期，整个价值观是统一的，整个生活方式，你说在县城里面，在都市里面和在村里面，其实是类似的，对。但你现在你说在北京回到一个村庄里面，可能个卫生间都是不一样的，对，做饭方式也不一样的，你价值观更加不要讲了。对，可能这里有地暖有空调，回到家里啥也没有，对，他名字还改了是吧？变成狗蛋啊，是不是？没错，是吧？那就麻烦就很大了。对，所以他就对家乡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茧一样的东西，就不掉落就掉落掉了。哎，真是故乡不在了。就不可能在了。还有拆迁，其实也是，拆迁大量的村庄都已经不见了，都散开了，都人口都拆扩饼，是吧？我们的地方叫拆扩饼。你比如说我那天想起我过去，你比如说咱现在你要去上海啊，你有个什么鲁迅故居啊。张爱玲故居啊，因为那是平房或者2层小楼。你将来咱要说咱这吴晓波这么一代伟人，大家说他这故居在哪？23楼，A 门5号，楼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故居的概念，概念没有，还有那个手稿，现在已经没有手稿这回事，现在都是对。没错，对，最多有你的语音还有，对，语音机器的，对，艳照门还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其实想起来啊，你也不能说是你觉得是可悲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还有一些记忆是那么样的美好，而你们这个岁数的人绝对没有。我跟你说，当然这个东西不能评比啊，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心目中最好的过年的那个记忆啊，还是在小时候。你说小时候，其实有时候过年呢，是穷人的事儿，是物质匮乏的事儿。你比如当年有的农村是过年才杀猪啊，你明白吗？哎。过年的那顿饺子，我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吃不上肉啊，你那1个月吃次饺子，所以过年的那顿饺子是3鲜馅儿的，不但有肉，而且还往里放虾皮儿、放虾仁儿，3鲜馅儿的最好吃的饺子。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口水已经开始流了，就没错，这点人家先喝奶，就是他这个肯定没有，他没有，而且有一个，我们只有过年就吃面条，我小时候。我是过年穿新衣服，只有一年只有2次吃鸡蛋的机会。我告诉你，没鸡蛋就鸡蛋窝和鸡蛋长寿面。对，那个甜美。你说穿衣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穿衣服。我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真的？对，我小时候过年，你都还这样吗？到你这一代哦，那我物质贫瘠。那你这也不年轻了啊！我过年，蒋小姐也有一上下岁数。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我记得那种记忆太有意思。1年只换1身新衣服，而且新衣服基本上都是蓝色的中山装款式的，那给小孩儿。对我来说，就是春节，其实就是各个小孩的一个那个评比的综合评比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奶奶生了7个孩子，然后呢，我爸爸是7贤女儿啊，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然后呢，所以我也是整个家族最小的。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谄媚的呀，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在整个大家族面前，自己表演完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表演2个小时，就是表演全。最小吗？我最小，我就表演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什么叫表演全套？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相声，我再给大家唱个歌，我再给大家跳个舞，我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再给大家真的就是你这样。你们家训练你干这个，对，你们家好可怕，那难怪你不想回家。就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就那时候解锁的。我大概从5岁开始，而且我那时候就是
大概一堆人坐在一起，我就迅速能判断出谁是最有权势的，然后就冲上去抱住人家的大腿。就所以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完全是过年的时候被解锁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就人最多嘛，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最多，然后就特别会察言观色，表演节目，就特别丑陋自己那个时候。哎呦，所以过年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亲戚小孩的综合。开心，我每年过年都特别开心。我觉得攒了一年的这个，从半年前开始排练节目的表演欲被激发出来。对。哎，我女儿小时候也一样，在那个火车里面就开始站在那表演欲特别强，唱歌跳舞。但你女儿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就要钱，真的还拿要钱，拿了个碗，叔叔阿姨多大2分钱，多大？那时候我记得我写那时候写《非常营销》是2001年，他96年，那哪一年？15，哎，14、15岁的样子。没有5、6岁，那时候就在火车到处唱歌要拿钱。我坐火车到厦门去参加书展嘛，对，02年嘛，那他6、7、8岁的时候，对，就在火车里面唱歌，唱完以后就拿了一个碗，对，你必须得给，你不给就麻烦大了，拿了一脸盆的硬币回来。哎，这叫生来要饭的，这是生来要饭的，没有吗？对。但这也是因为那娱乐节目少嘛。你说现在小孩捧个 iPad， 捧个手机什么，他才不管你啊，他也不屑于跟大人交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玩具都没有啊，就是撒泡尿玩尿泥儿，你知道吗？就是然后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娱乐选择。他讲这个小孩的那种表演欲啊，反倒会就是，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好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天伦之乐。我这今天没有，今天都分崩离析，那么过年吵架矛盾，两代人想法不一样。那个时候你说各玩各的微信群，你说你谄媚，其实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大人他们眼中的你多开心呐！演节目，我小时候也有，我不是一个家。我那过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一个工厂的大杂院，然后我还有来表演折子戏，全是那个哦，你也搞这个，难怪你当主持人，八大样板戏啊，就是你一个人上，就是全是过年全搬小板凳啊，在大杂院这看。然后呢，我咵就是那个到我妈那厨房里拿个那个钢种锅呀，那我们叫光往头上一戴，哈就是帽子，然后就是那时候唱的什么杨子荣啊，找个我爸的那个大军大衣一披，他穿林海，小孩几岁，哗就表演完了之后，哎，我再给大家来个李铁梅，那个真是哎，大人小孩还很快乐。你说今天这是怎么？就是现在很多回家的都如果是县城里的、村里的，绝大部分是不住在家里的，都会住在宾馆，住在酒店里，吃饭也在酒店吃，所以那个年味儿肯定是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对，没办法，表演实际上是两种生活状态了。对，就是割裂嘛。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爸妈在那个小孩是白眼狼的微信群里面，也没有共同语言。小孩在父母皆祸害的微信群里面，这没有任何沟通的形式。所以看来世界是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是吧？但是咱们还可以上盘饺子啊！来，咱得过年，咱得过年。哦，还有饺子？对，就是那种速冻的吧。太像今天的过年了，这就像今天的。所以，谢谢。来，这有筷子吗？我这是手指，过年用手，来，小波，我不能给你拿手啊！来，过年嘛，过年，对，咱们这个，哎，你们都回家吗？回啊！我还今年我要陪我爸爸回一趟梅县。哦，对，梅县，对，他是梅县人，快80岁了。文道呢？我就在香港嘛。香港，那方舟呢？我爸是乘警，就是他春运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所以他可能是早几天或者晚几天，然后在北京呗。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每年过年你爸都不在家？对，就是大年30那天和差不多初1他都不在家，一直都是春运差不多快结束，初2、初3他才能回家。所以是这样。现在过年那个传统还是有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们家过年，比如在杭州，杭州所有的亲戚会聚在一起吃顿饭，然后一定8点之前散伙。各自回家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到现在还这样。对，我丈人老头丈母娘就一定看到12点，然后非常开心的骂一顿，然后他就在那，然后睡觉。
但我觉得人本质上或者还是希望有共同记忆吧。你说现在为什么一边看春晚还一边骂？就是对，就是他希望有参与感，他希望有共同记忆，我知道了，向往这一圣点。诞节一样。这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大家一样穷的时候比较快乐，现在是什么呢？阶层啊，收入差距啊，越来越大的时候，过年这一聚会啊，就变成了一个不同收入、不同观念、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职位的人之间，硬要凑到一起，大家来。他这个是蛮麻烦的。我以前看那个小说，比如说资本家或者是知识分子是白眼狼，比如说你在文道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就有钱的话会很不好意思，然后文道就敷衍他2句。然后就走掉了。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嘛。但我们这个年龄回过头来想说，你真的碰到一个小学同学跟你阶层差很远，完全不同生活状态，你讲什么了？没错，确实没东西好讲。然后他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是个有身份的人，然后他对你有很大的期望，然后你任何的一个笑容，如果是闪过一个东西的话，他回去就说这个人忘本了。但实际上是在那个5分钟之内，真是无话可说。你说什么东西？那回到村里面，可能以后回到国家村里面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对双方都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就原来那个鲁迅写那个闰土，就是他形容闰土脸上的表情啊，我觉得那几个字特别好，他是欢喜又凄凉，就是形容这个闰土，我觉得非常的恰当。我自己回去看我那个小时候被指腹为婚的那个男朋友的时候，然后呢，我跟曾经被指腹为婚，对，跟我们家隔壁长得跟我特别像，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就劝他你看你还是要到北京来，这个年轻还是要拼搏什么的。他脸上就真的出现我说的闰土的那种欢喜又凄凉，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尴尬。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不道德的，就是我站在我的这个位置上跟他说，这个年轻人还要拼搏，要到北京来，不要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是很不道德的讲这句话，所以。确实，这个北京的电话不会至北京，想去同河了。对啊，那咱们这个吃了饺子就都各自回家过年啊，在这个分散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记得回来。那我们圆桌派，你看是聚的，它是聚人的，对吧？希望也能聚财了。那就我们第1季就完了嘛，第2季就年后，这财神，它的颜色都是钱的颜色，你看都金黄色。第2季过的，对我们这第2季就还有没有是吧？或者什么时候有，这要看奶牛的，喝奶啊，喝奶。哎，对，拜年啊，拜年，今年好，过年好。